有没有出现过不明原因的身体状况？可能是因为正在经历焦虑，却没有意识到。那么焦虑到底是什么呢？偶尔感到焦虑是正常的，比如面对工作中的问题，或者要考试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或恶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紧张的症状会逐渐消失。虽然可能在某个时段经历过这些症状，但焦虑不仅仅是暂时的担忧或压力，担忧和压力来自外部因素，比如即将到来的任务截止日期，或与爱人的争吵。另一方面，焦虑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持续的担忧。美国心理学协会将焦虑定义为一种以恐惧和紧张的躯体症状为特征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中，当事人会预期即将到来的危险、灾难或不幸。除了精神症状，焦虑还会产生一系列身体症状，如失眠、疲劳和肌肉紧张。大多数人更注重身体症状，因为身体症状更容易识别，因此他们倾向于治标不治本。那么，我们就来说说焦虑的6种症状，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辨别出是疾病还是焦虑。1、易怒。是的，这个症状可能看起来很模糊，因为当一个人不舒服的时候，谁不会莫名有点生气呢？然而，如果发现自己对最细枝末节的事都会发作，那可能就是焦虑的迹象来。焦虑触发我们战斗、逃跑或僵住的反应。焦虑还会让当事人认为自己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这更降低了对压力的耐受力，抗压能力下降时，就更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对别人发火。据统计，只有少数比例看我们视频的人是订阅了我们频道的。如果您还没有订阅，也喜欢所看到的影片，请考虑订阅我们的频道，这会鼓励算法向更多人推广我们的心理健康内容。2、去个性化或去现实感。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状况是焦虑的结果，而不是疾病。就好像常经历意识缺失或人格缺失这2种症状，都会扰乱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去现实感是身心脱离的感觉，是一种可怕的体验。前1分钟可能还正在街上走，突然间感觉一切都变成2维了，或不再真实。去个性化通常被描述为灵魂出窍的体验，大多数时候觉得是在实时的观察和倾听自己，但行动却感觉很遥远，好像自己并不是做这些事的人。4肢、身体可能变得扭曲和陌生了。有报告显示，压力和焦虑是意识缺失和人格缺失的主要原因，因为对压力的战斗或逃跑反应使大脑充满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将血液从大脑重定向到更大的肌肉群和心脏，因为大脑血量减少，可能会头晕，结果可能经历意识缺失和人格缺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会有助于呼吸。肾上腺素的代谢通常需要2到3分钟，但焦虑的人可能需要20分钟才能让身体和精神平静下来。3、恐惧及其应对机制。正在经历焦虑而不是身体患病的另一个迹象是，有没有注意到自己出现了新的无法解释的恐惧症。我们都有恐惧症，不管它们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还是一次糟糕经历的结果。恐惧症是大脑试图让我们免受伤害的一种方式。然而，有些恐惧症是焦虑的结果，可能会成为日常生活的障碍。从技术上讲，恐惧症被归类为焦虑症，分为特殊和复杂2类。特殊的恐惧症通常源于一次糟糕的经历，但复杂的恐惧症则源于精神或情感上的痛苦。特殊的恐惧症通常不需要治疗，但复杂的恐惧症，比如害怕在繁忙的地方和社交恐惧症，会让人感到更孤独，也会影响患者自尊。4、突发呼吸困难。焦虑的一个明显迹象是经历恐慌发作或焦虑发作。虽然这2个术语可以互换使用，但它们是不同的。恐慌症发作是一种突然的、
压倒性的情绪波动，比如恐惧和不适。当呼吸停止时，可能会感觉到胸闷、眩晕或头昏眼花。虽然焦虑症发作有相似的症状，但它们还是有些不同的，因为它们是症状逐渐积累的结果。5. 肠胃紊乱。肠胃问题是焦虑的另一个迹象，但也可能独立于心理健康而出现。虽然焦虑和胃病是相互排斥的，但有研究支持焦虑会引起胃肠道紊乱，如肠易激综合症的理论。研究表明，焦虑和肠易激综合症之间存在共存病。有很多研究表明，一些肠胃吸收分泌失调的治疗可能包括对焦虑的治疗。6. 生理上的陌生感。正在经历焦虑的最后一个迹象是好像感到刺痛或麻木，通常在脸和四肢。这是当战斗还是逃跑反应开始时，血液涌向四肢的感觉。血液涌向四肢时，身体的其他部位可能会感到虚弱，刺痛和麻木也可能是由过度呼吸引起的，这是在焦虑时间接发生的。除了以上提到的症状，焦虑还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尽管会出现症状，焦虑还是可以控制的，请向医疗保健专业人士或治疗师寻求帮助。你觉得自己有这些症状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记得点赞并与任何可能受益的人分享这支影片，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参考文献在资讯栏。感谢收看，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